2026年8月，东南亚的新闻头条被同一个国家的名字反复占据。泰国首都曼谷西北郊暖武里府，一名14岁的初3学生先在家中枪杀自己的祖父母，随后持枪闯入学校，在校园里连开26枪，最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9人死亡，30多人受伤。而仅仅2周之后，泰国南部那拉提瓦、也拉、北大年三府一夜之间发生至少78起协调一致的爆炸与纵火袭击，政府办公楼、电信塔、电线杆、便利店遭到系统性破坏。那拉提瓦府随后宣布宵禁，一边是青少年持枪血洗校园，一边是武装分子用炸药和枪支攻击政府设施。泰国正在同时承受2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枪支暴力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泰国移开，看向东南亚地图的最南端，新加坡，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画面。在那里，枪支几乎没有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，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：同样是东南亚国家，为什么在枪支问题上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得看清一个事实：东南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枪支市场。把东南亚10国的枪支状况放在一起看，差异之大令人震惊。根据日内瓦国际研究机构小型武器调查2017年的数据，泰国民间枪支保有量约为1030万支，相当于每100名居民拥有15支枪。而同在东南亚，印度尼西亚的人口是泰国的4倍，民间枪支却只有约 8.2 万支，马来西亚民间枪支约 10.7 万支，新加坡每100人仅拥有 0.3 支枪。从1030万到 8.2 万，这个差距不是多一点或少一点的问题，而是数量级上的天壤之别。整个东南亚的枪支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几类。第一类是枪支与社会暴力深度结合的，菲律宾和泰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。菲律宾的情况相当特殊，据菲律宾国家警察估计，全国约有170万支非法枪支在流通，而注册枪支约为412万支。另有一份2025年1月的众议院听证会数据显示，仅因许可证被吊销而流散的枪支就超过 54.5 万支。菲律宾的枪支问题之所以难以根治，是因为枪支已经嵌入了社会结构，地方政治势力依赖私人武装，私人保安公司大量配枪，部分地区长期存在武装组织和地方势力。当一个国家的枪支不仅用于犯罪，还成为政治博弈和家族权力的工具时，单纯靠法律收紧，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局面。泰国的情况则更加复杂，它同时承受着社会枪支问题和地区冲突问题的双重压力。在社会层面，泰国的民间持枪率高居东南亚首位，其中超过400万支属于未登记的黑枪。过去几年，泰国经历了多起震惊世界的大规模枪击事件。2020年，一名士兵在赫列府持枪扫射，造成26人死亡。2022年，一名退休警察闯入东北部一家托儿所，造成包括23名儿童在内的37人死亡。2023年，一名14岁男孩在曼谷暹罗百丽宫商场开枪，造成2死5伤。2025年，曼谷奥托哥市场枪击案，5人死亡。而在地区安全层面，泰南三府长期的武装冲突和分离主义运动，使得非法武器通过边境走私网络持续流入。泰国面临的是民间持枪泛滥加非法枪支横行加地区武装冲突3重叠加的困局。这正是为什么2026年8月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发生后，泰国总理阿努廷宣布启动近80年来最大规模的枪管改革，全面禁止合法持枪者携带枪支外出，并暂停发放新的购枪许可证。缅甸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。根据小型武器调查的数据，缅甸每100人拥有 1.6 支枪。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高，但缅甸的问题从来不是民间持枪率，而是武装冲突导致武器在社会中深度扩散。枪支在这里与政府军、民间武装、地方武装组织、边境地区联系在一起。缅甸的枪支问题和泰国、
菲律宾的枪支犯罪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一个是社会安全问题，一个是武装冲突问题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则处于中间地带。马来西亚对枪支实行严格管控，非法持枪面临严厉处罚。内政部长透露，每100份枪械执照的上诉申请，通常只会批准不超过3份。但由于泰国南部与马来半岛接壤，跨境武器走私依然是需要面对的威胁。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最严格的民用枪支管控体系之一，每100人仅拥有约 0.03 支枪，但作为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，非法武器在特定地区和犯罪组织中仍然存在。越南对枪支实行严格禁止，文莱枪支完全非法。柬埔寨和老挝则面临历史遗留武器和边境走私问题。东南亚10国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完全不同的枪支生态。那么，新加坡呢？经过对东南亚各国的逐一比较，新加坡的特殊性才真正凸显出来。2025年7月1日，新加坡正式实施枪支、爆炸物和武器管控法 （GEWCA）， 取代了施行超过100年的军火与爆炸物法。在新加坡，无证持有枪支可判处最高5年监禁，持枪许可证有效期不超过2年，申请者必须通过严格的背景审查，枪支必须存放在经批准的地址或枪械库中。但真正让新加坡与众不同的，不是法律有多严，泰国的法律也很严，非法持枪最高可判10年监禁，而是新加坡在枪支形成社会生态之前，就从源头上切断了这条链条。什么叫枪支生态？有人卖，有人买，有黑市，有走私网络，有犯罪组织，有枪支文化，有社会需求。一旦这个循环形成，枪越多，需求越大，黑市越活跃，枪就越容易获得。菲律宾的枪支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生态，泰国的枪支也正在形成这样的生态，而新加坡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径，从源头控制进口和流通，降低社会持有量，减少社会接触，枪支文化无法形成。新加坡的另一个优势是它是一个城市国家，国土小，边境集中，行政体系高度集中，这使得枪支管控的执行成本远低于菲律宾那样的群岛国家，或泰国那样拥有漫长陆路边界的国家。但更核心的区别在于，新加坡没有让枪支成为普通社会的一部分。随着泰国、菲律宾等国纷纷推行严管政策，东南亚正在隐约展开一场公共安全治理的竞赛。枪支问题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治安指标，它直接关乎国家形象、外资入驻以及旅游业的生死。东南亚未来的城市竞争力，不仅取决于谁拥有更漂亮的岛屿或更豪华的酒店，更取决于游客敢不敢在深夜走出酒店，企业高管愿不愿意带着家人长期常住。在这一维度上，新加坡极其稳定的社会治安，构成了其难以被替代的顶级核心竞争力。重新审视东南亚地图，10个国家交出了10种枪支治理的答卷。从菲律宾的文化嵌入，到泰国的双重压力，再到新加坡的绝对阻断，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安全命运的，从来不是有没有枪，而是枪支离普通人的生活究竟有多近。当一把枪从极少数人的工具变成普通人谋求安全的无奈选择时，社会的风险阀门就已经被彻底打开了。那么，在面对枪支泛滥的社会难题时，你认为其他东南亚国家有可能复制新加坡模式吗？你心目中安全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